犹太人不小心压断一条腿，长官走上前让他站起来。男人不敢犹豫，哪怕骨头断了也要奋力起身，看他还能站住，于是让他回去继续工作。可下一秒竟直接倒地。长官见状，接过士兵手里的枪，准备送他上路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，盟军准备袭击这里。他们摧毁了匈牙利的铁路，接着混乱，2名犹太人试图逃走，他们翻越护栏，径直跳进河里，恰巧被长官看到。等游上岸，2人往树林跑去，长官突然将他叫住，就在准备开枪时，一枚炮弹在他身边爆炸。埃列克迅速捡起枪，瞄准长官，见此情形，男人只好放他离开。长官却不讲武德，竟然偷袭，被一枪结果。原来是那个犹太人救了他。回家，费伦茨发现他的房子住进了陌生人，自己还被对方赶出来，而埃列克家里一片狼藉，只剩下一张全家福。从好友那里得知，整个小镇的犹太人都被抓走，之所以安排年轻人服劳役，是方便清除剩下的妇女儿童，没人知道他们去了何处。这时，外面的巡逻队正在搜捕，为了不连累好友，他们连夜逃走，来到之前工作的地方布达佩斯，试图了解到家人的下落，但这里也被打砸一空。经过多方打听，2人找到了之前的老板，德军将犹太人赶到一个特定的区域，限制了他们部分自由，对于家人的下落却一无所获。埃列克非常愤怒，既然是集中区，这里为什么只有部分犹太人？老板拿出一张瑞士通行证，因为有他的保护，大家才没有被带走。晚上，犹太女孩回家时撞上2名德军，见她长得漂亮，于是跟了上去。女孩有所察觉，她加快脚步，因为害怕，只能拼命往前跑。绕过几条巷子后，她逃回到家里，女孩吓坏了，紧紧抱住父亲。就在这时，德军闯了进来，他从老人手里一把夺走女孩，然后将她拖进卧室。父亲苦苦哀求，因为不会德语，他被一枪打死。听到女孩的惨叫声，埃列克极为愤怒，他不能放任悲剧的发生，于是直接将房门撞开。一名德军正巧被他撞倒，随后他迅速捡起地上的枪，干掉了一名纳粹。爬起来的德军给了埃列克一拳，将他按在地上。扭打中，女孩抄起硬物将他砸死。Stop. 为了不被德军发现，他们挖开1楼的库房，将2人就地掩埋。之后，埃列克被汉娜安排在叔叔米克这里工作，给瑞士人办理护照，同时也帮犹太人发放假的通行证。因为瑞士属于中立国，德军会礼让3分，埃列克负责帮他们派发。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家人。一张张通行证被送到犹太人手里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将文件夹进报纸。一次外出时，同伴费伦茨被箭十字钉伤，从他背包里搜出了通行证，因此他被逮捕。而这一幕正巧被埃列克看到。他们将费伦茨带进牢房，严刑拷问，试图得到线索，但他却一个字也没有透露。另一边，为了救出同伴，他们将德军的尸体挖出来，然后穿上他们的衣服，大摇大摆走进牢房。看守的带领下，2人来到里面，打开牢房后，警卫上来直接给了他一脚，并示意他已经死了。埃列克愤怒之余，还不能露出破绽。当他翻开尸体，发现这人不是。也就在这时，他们的长官赶到。What's going on here? The one with the Swiss passes. This is not the one. Except. 原来是警卫他们搞错了，见费伦茨还活着，2人学着德军的语气，让男人把他弄起来。你妈！里面演的是有模有样，而等候在外面的司机却紧张到不敢呼吸。就在看守抬出囚犯的同时，男人突然有所察觉，于是叫停手下。Stop! Need the transfer paperwork. The Gestapo doesn't care about your damn paperwork. 现在比的就是谁的声音大，语气越坚定才不会露出破绽。看他们如此强硬，男人也不好再阻拦，毕竟是德军，他不敢得罪。于是他们直接将人带走，还拿走了证据。本以为一切都很顺利，没想到却来了一名真的德军。What is going on here, Lieutenant? We need this prisoner for questioning, and the damn dog across almost killed him. These people do not know their place. I only want the transfer How dare you talk orders. to a German officer like that? 原本怀疑的德军转而替自己人说话，就这样，他们骗过了所有人，成功救出同伴。但他的这次冒险行动让米克非常生气，万一被发现，会害死这里所有人。另一边，随着战局的变化，匈牙利逐渐对德军失去信心，东边的苏军已经兵临城下。霍尔蒂有意退出轴心国，向盟军投降。他秘密接洽了苏军，双方达成停战协议。但这个消息很快被德军知道，他们袭击了王宫，将霍尔蒂父子逮捕。宣读停火协议的广播员被直接从楼上扔下来。因为盟国的背叛，德军不再顾及之前的承诺，他们与箭十字联手，开始大肆抓捕犹太人。所有人涌到瑞士领事馆。汉娜的妹妹救下一个小孩后，也在这时被捕。他们被押往处决。就在箭十字准备开枪时，埃列克及时赶到，
他想用德军的身份救下女孩，但男人这次不再买账。德军赋予了他们更大的权利，双方剑拔弩张。埃雷克很生气，但现在也不能把他怎样，光靠这身衣服已经起不了作用。为了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，他混进俱乐部，希望通过德军了解情况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一名中尉，埃雷克被邀请一起用餐。交谈中，他得知德军将全面清理犹太人。在问起先前被抓的那批犹太人的去向时，德军却放声大笑，而埃雷克满脸苦涩，不由得担心起了家人。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，这里全天开放，每天有大约1万人被送进烟囱。当问到他的指挥官是谁，差点露馅儿。好在他反应及时，谎称朋友到了，这才没有被发现。回家后，埃雷克的情绪十分低落，他担心家人的处境，因为提前得知了消息，他们开始收集德军的衣服，准备应对突发状况。不久，犹太人就被大范围清理。为了救出更多的人，埃雷克他们伪装成纳粹，直接从德军眼前救走上千名犹太人。士兵见状，立马上前阻止。男人说要带他们去挖战壕。 Taking children to dig tank ditches? Just keep the families together. They work harder. 并且还拿出伪造的文件，因为这身衣服加上以假乱真的气势，成功救出了大批犹太人。现在要与时间赛跑，之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，又在其他地方救下很多人。On the truck! Get on the truck! Move! 带回的犹太人被他们藏进领事馆的地下室，因为铁路线被苏军切断，德军无法继续运送犹太人，转而将人押往奥地利。这个消息被米克知道了，埃雷克让他通知理事会。很快，卢斯先生拦住了他们，他要带走瑞士公民，但被剑十字阻止。赶来的埃雷克假装怒骂，与卢斯先生纠缠后，让他赶紧检查，有通行证和没通行证的都被他拉上卡车。这时，一支德军路过，这是俱乐部认识的中尉，他叫住埃雷克，让他重新检查。 We did that, sir. And I would prefer if we did not face any more. 中尉一把夺下犹太人的通行证，却只是一张报纸。埃雷克没有办法，只能照做。他拼命将人拽出来，让有通行证的人离开。虽然不忍心，但也别无选择。等德军改变主意，可能一个人都救不了。刚给的希望又在一瞬间被夺走。女孩将唯一活命的机会让给了年幼的妹妹。 很快，领事馆被他们视为障碍，剑十字将瑞士办公点炸了，工作人员全被逮捕。得到消息，卢斯先生及时出现，从男人手里救下了大家。可等他离开后不久，剑十字竟又掉头回来，将负责人米克射杀。外出的埃雷克被埋伏的苏军当成了军官，朝他开枪，战斗一触即发。埃雷克跟着人群卷入战场，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这便是著名的布达佩斯战役，也是二战中最残酷的围城战之一。 此时，苏军已经攻破敌人几道防线，将反抗的德军全部消灭。士兵对着尸体射击，埃雷克装死躲过一劫，直到天黑才敢悄悄爬起来。回到领事馆，费伦斯告诉他，米克死了。地下室挤满了犹太人，没有米克，往后会更加艰难。突然，他发现汉娜不见了，因为战火越来越近，他去修道院接那些孤儿。得知情况，埃雷克立马赶过去，看到他们带着一群孩子穿过交战区，在经过一条巷子时，他们碰上德军，被剑十字当场抓到。 看到是瑞士通行证，剑十字直接将它撕毁，并断定他们是犹太人，于是让所有人靠墙准备处决。就在这时，埃雷克刚好找到这里，他阻止了剑十字，因为动静太大，把德军引来。可还没等他解释，中尉便下令让他们开枪。埃雷克见状，直接瞄准他们。就在双方对峙之时，长官走了过来，前方战事吃紧，他不想和犹太人纠缠，便下令让他们离开。但中尉却想抗命。 I follow Colonel Eichmann's orders. 就在他准备补枪时，却被一颗子弹打中。因为违抗命令，长官从身后给了他一枪。这部戏剧性的电影是发生在二战的真实故事。埃雷克在寻找家人的同时，救下了成千上万名同胞，而他中枪后并没有死。他很希望救下的这些人里有家人的身影，可直到二战结束，依然没有他们的下落。后来埃雷克才知道，他们早在1944年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残忍杀害。此后很多年里，他很少提及自己救人的事迹。1980年，他带着与家人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。